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这个圣诞节回了法国，然后我在法国拍了几个影片，希望你们喜欢。不过我在法国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这个我真的没想到，就是整个法国在罢工。因为这个问题，很多东西我都不能做。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，因为火车、捷运几乎都没有。太夸张了，所以呢，在今天的影片，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些关于罢工的东西。第一，法国为什么常常有罢工？难道法国人很懒惰吗？第二，这一次的罢工为什么这么大？第三，没有火车，没有捷运，那大家怎么办？第四，罢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会分享我自己的想法，关于台湾应不应该有罢工，还是那些抗议。第一，法国常常罢工。我觉得罢工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可能不太一样。法国人抗议的时候一定要出门，然后在外面抗议。你看新闻会看到很多法国人在外面抗议，这样你会觉得哇，真的很大的游行。为什么法国常常罢工？我觉得，看我们的历史啊，你知道法国很久以前有国王，然后有大革命，法国人杀了自己的国王，所以可能从已经200多年前已经有那个概念，就是你如果觉得不开心，那你会很强烈的抗议，对，所以从那个时候。我觉得是应该算是一个文化的习惯吧。然后第二个原因，我觉得很多公司有一些很厉害的联合会。联合会是对的字吗？就是英文是 union， 就是每一个公司有一些要保护员工的组织。那些组织如果有一些不公平的东西，他们会帮忙，然后安排一些就是抗议啊之类的。如果要罢工的话，那些组织的声音非常大。虽然在很多国家里面，法国算是比较会罢工，但是其实很多国家也差不多。比如说我知道丹麦也会常常罢工。我每一年回法国，然后几乎每一年都遇到交通的罢工，我自己觉得很麻烦，因为我回法国当然需要常常坐捷运、坐火车啊，去很多地方玩，但是没有火车。然后去年可能你有听到，就是有黄背心的罢工，这个罢工有一点特别，因为他们就是每一个礼拜六而已，几乎快1年都是每一个礼拜六，所以罢工真的很多不同的 style。好，为什么这一次的罢工是我们历史上的最严重的罢工呢？其实这次的罢工快是60年最大的罢工。简单来说，这个罢工的原因就是法国人的退休的法律，还有退休金，然后就是因为社会有老化，所以大家越来越老，所以退休的规则一定要改变。然后政府花了很多时间改这个法律，但是最后大家觉得政府的新的法律真的不公平。会让人会工作更久，然后收到的钱更少，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开心。然后很多人认为有更好的做法。然后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大家觉得法律现在不够清楚，所以虽然你看了所有的那个法律的文件，但是你还是不太清楚你退休的时候退休金到底是多少。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样的话。不可以接受这个法律。然后因为这个法律会影响到所有的法国人，所以这一次的罢工不只是1个2个行业，而是所有的法国人都会受到影响。现在这个时间罢工还没结束，完全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罢工会结束。好，第3个部分，如果没有捷运、没有火车，那大家的生活怎么样？这一次的罢工最严重的是交通，因为还有人要去上班，所以交通有一些规则。现在早上6点到9点有一些火车，有一些捷运，然后晚上5点到8点也有一些火车，一些捷运。从早上到下午
一整天都没有。对，非常麻烦。所以这样真的很麻烦。大家都很多问题去上班，很多问题回家。然后我是早上11点降落到了法国的机场，然后这个时间完全没有火车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回家。结果呢，我要坐 Uber 超贵，100欧。法国的捷运有14个线捷运，然后在14个里面有2个不用司机，它是自动开的，它不用任何人工作，它可以开的。所以罢工的时候，那些2个一定有捷运，但是这一次其他捷运的线几乎都没有，真的很可怕。所以呢，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，他们跟我说，早上先要走路半个小时。为了到一个没有关的捷运的线，然后坐捷运到某一个地方，还要走半个小时才可以到公司，所以总共早上要走路1个小时，晚上也要走路1个小时，然后那边的捷运人非常非常多，因为只有2个线捷运，所以法国人真的很辛苦，很不开心，但是没有其他办法，因为就这样啊。在巴黎里面。还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交通的方法。现在一个很流行的就是滑板车，电动的滑板车。就是你用手机，然后你可以解锁一个你找到的滑板车，然后就是你可以用到。对，现在非常非常多法国人用这个通勤的方法。然后我自己去巴黎的时候，我用妈妈的不是电动的滑板车，不是电动的我很喜欢，因为这样可以运动。耶、OK， 第4个。罢工对一个国家是好还是不好？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不简单。法国人认为，如果罢工，有机会得到工作更好的福利，然后你如果不罢工，那你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得到，因为你真的要很认真给你的公司看，你真的不满足，你真的希望可以得到更多。罢工很厉害，是因为大家都在一起罢工。大家在一起比较有势力，而且在法律上，罢工的人不能被解雇，这个是非法的，所以你可以罢工，你还是可以安心，你的老板不会解雇你。我觉得罢工有点像员工跟公司在玩比腕力，就是看谁会赢，然后有时候就是有一个人会让步一点，然后看另外一面的反应。但是有时候罢工没有用，可能虽然罢工，但是政府还是公司也是很强硬，不要让步。这个时候可能过了几个礼拜，那就是罢工的人也会放弃，然后继续工作，然后不开心，有时候会发生的。因为罢工你都不会收到钱，所以看你有多少钱。才可以决定你可不可以继续罢工。有时候罢工也很辛苦，因为你都没有钱。我觉得罢工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有时候一个公司、一个行业的罢工会影响到很多跟那个问题没有关系的人。比如说，去年长荣有一个很严重的罢工，然后虽然长荣只是一个公司而已，但是它的罢工影响了到很多好几万个人。然后那些人可能坐过飞机啊，还是根本取消他们要去旅行的计划，所以那些人真的很可怜，也很不开心。罢工有好有坏，我觉得给很多人麻烦也不太好。好，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台湾应不应该多一点罢工？这个问题也是不简单。我如果要做一些台湾跟法国就是工作的福利的比较。我觉得法国可能会赢，因为你看，法国一般的一个礼拜要工作的时间只有35个小时，台湾有40个小时，然后法国人一般公司的年假有25天呢，25天，台湾一般的公司有7天呢，很逊呢。然后台湾最基本的薪水也是非常低，你如果有最基本的薪水，那你应该很辛苦付你的房租，这样不太公平。我觉得台湾人常常要加班，然后虽然在家还是要回老板的讯息啊、客人的讯息，
法国人不用这样。我觉得台湾工作的福利、工作的状况真的可以做更好，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，罢工可能是好的。台湾人如果多一点罢工，多一点抗议，应该有机会得到更好的工作的福利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收看。你自己觉得罢工是好还是不好？然后你自己为了得到更好工作的福利，愿不愿意罢工？你要不要留言跟我说？好，我上个月终于破了5万个订阅者，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这样我会继续努力。好，这个影片到这里。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，请你订阅。然后我跟你说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